我们今天来到了由国立历史博物馆和佛罗伦斯考古博物馆共同推出的埃及木乃伊永生传说，而我们今天呢，就是要一一来介绍里面一些经典的展品，还有大概预览一下里面所展出的展品，最后还会带各位看这次展览的福利。这次展览包含全岛总共分为6个部分，里面总共有展览超过100件珍贵文物，展品内容也非常丰富，像是女子丧葬沙草纸和婴儿木乃伊卡里斯托等。展览主要围绕埃及人对死亡的看法和一些周边的衍生商品，跟奇美博物馆的展览并没有相关。各位有看过的可以安心的来看。首先我们来到了第一个展区，死后生命的宗教观。这卷托勒米时期的古埃及沙草纸是专为一位女性制作的死者之书，上方精彩的彩绘插图重现了最关键的心脏称量审判，右侧以巴与卡象征亡者灵魂，接着由阿努比斯称量心脏，图特记录结果，旁边还有吞吐女神阿米特虎视眈眈，左侧则是冥王奥西里斯与守护女神们，静静祝福亡者走向永生。这尊来自古埃及新王国时期的阿努比斯彩绘木雕，将它化身为前肢伸展、俯卧姿态的胡狼。特别的是，它的尾巴是用插销独立组装的。这类神像常被安置棺木上方，用来守护亡者的木乃伊。这件新王国时期的浮雕碎片，描绘代表亡者国度的西方女神伊曼提特，她头顶真理羽毛，手持生命之钥与权杖，下方则刻有面包与水壶等贡品，祈求女神赐予亡者完美的葬礼。接着我们来到了第2章遗体保存技术。这具罗马时期的婴儿木乃伊年约1至2岁，体表完整保留了当时典型的包裹方式，由亚麻绷带交错缠绕成精美的几何图案。木乃伊安置于简约的长方形木管内，管盖中央刻有希腊铭文，记录的逝者名为卡里斯托以及他父亲科塔里安的名字。古埃及人在防腐过程中，会由伊西斯等4位女神分别协助荷鲁斯4子守护亡者的内脏。眼前这组晚期时代的卡诺皮克罐，瓶盖便雕刻成荷鲁斯4子的头部形象，包含人手、狒头、胡狼手与准手，专门用来储藏肝、肺、胃、肠，祈求内脏受到神圣守护。这座卡诺皮克箱内部设有隔板，原先专门用来存放4只卡诺皮克罐。木箱外壁与顶盖彩绘着伊西斯等守护女神，以及荷鲁斯4子的形象与祈祷铭文，为亡者内脏提供双重神圣的保护。这具晚期时代的犬木乃伊由亚麻绷带包裹，它最初被判定为猫，直到2014年经电脑断层扫描 CT 才证实为犬类，反映了古埃及将圣兽制作成木乃伊献给神祇的流行风尚。护身符在古埃及象征保护与守护，而圣甲虫象征生成与重生。这尊心脏圣甲虫放置于木乃伊心脏处，里面刻有死者之书，能在来世审判时发挥魔法，保护心脏顺利通过称量考验。
紧接着呢，我们来到了第3章木乃伊棺木。帕迪霍尔帕凯雷德是月神孔苏的祭司。这具第25王朝的木乃伊型棺木保存极佳，棺盖精彩绘有天空女神努特、心脏称量审判以及葬礼场景，体外并饰有杰德柱与祈祷铭文，展现古埃及对来世神圣庇护的极致重现。这座第3中间期的女性棺盖直接覆盖于木乃伊上，绘有展翅圣甲虫与贵兹女神，中央直栏写有献给阿努比斯的祈祷文，但未刻姓名，反映当时量产棺木再由亲属购买填名的习俗。这件托勒米王朝的木乃伊面具由卡统纳吉制成，用来覆盖逝者头部，面具上保留华丽假发，额头上方垂坠着盛开的莲花与两侧花蕾，展现极为精致的装饰工艺。随后我们来到了第4章丧葬用品。这尊石灰岩纱布提带3分式假发，双手交叉于胸前，握着锄头与勺子，身体刻有死者之书。第6章铭文献给胡雅。这座纱布提盒短边绘有2位丧葬守护神，前后则呈现亡者拜谒奥西里斯与拉哈拉赫特的场景。铭文载明此盒属于蒙图神庙的神职人员内赫塔蒙图，祈求其灵魂获得永生庇佑并享惠恩。这尊雕像结合创造神、墓地守护神与冥界之王，它呈木乃伊造型，带有双羽羊头冠及乌塞克像式，刻有对奥西里斯的祈祷文。底座内部常存放沙草纸或麦粒，以象征复活。丧葬锥是底比斯墓园特有的建筑构件，镶嵌于墓室外墙。第18王朝起，底面会压印亡者姓名与头衔。此处展示高官蒙图埃姆哈特的3件丧葬锥，分别载有其妻儿名字、个人头衔以及他在圣船上膜拜太阳圆盘的图像。这座拱形石碑分为上下2层，上层描绘亡者篷布膜拜2位神祇，身后带有其生前用于观星的长杆工具，下层铭文则记载祭祀祷文，并标示他是阿比多斯地区奥西里斯的首席祭祀之首。最后呢，我们来到了第5章陪葬品中的日常生活物件。古埃及工匠善用河岸植物纤维，透过螺旋编织法制作生活器具。托盘以皮革为核心编织，篮子则呈微凸圆柱状并覆盖，两者皆以红黑黄色几何彩绘，展现精湛日常工艺。古埃及有2位化妆品之神，头戴莲花的奈夫顿掌管香水与药膏，掌管书写与绘图的塞沙特也被视为化妆女神。展出的眼影粉瓶由3个连圆的柱冠组成，附有木棒，用于抹上保护眼睛的眼睛。这对黄金耳环由4根金丝编织成辫状，末端衔接花萼与狮子半身像，另一端可插入狮口形成闭合。这件头枕上方连接道鞍形枕垫，以支撑颈部，兼具日常生活与丧葬用途，并具有驱邪魔力，意旨在保护睡眠者或亡者免受恶灵骚扰。
好了，各位观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展览。我自己是感觉还不错，只不过有一些展品看起来过于现代，像是梳子，然后里面的影片也都不能拍照，主要是讲解考古的内容。但我还是推荐各位可以把握剩下这1个月的时间来看。假如我有讲错的地方，欢迎可以在底下留言区留言哦。那我们这次展览的福利呢，就是可以继续前往5楼观赏，终章未完，主要是讲解一些台湾的传统民族对死亡的看法，并且也可以前往3楼去把它的常设展看完。而且假如用文化币买，也只需要100块即可来看展。我自己是感觉很划算。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喜欢我的影片记得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那我们下次再见哦，拜。